大家好，我是倪福雷，歡迎來到倪福雷闖關記。今天跟大家聊一個非常實用的加密支付卡——新加坡 DTC Pay 銀行卡。雖然有一些博主介紹過，但很多內容不夠全面，還有一些關鍵點沒講到。今天我就給大家梳理一下，把完整註冊流程和注意事項全部分享給大家。老規矩，先快速了解一下 DTC Pay。它是一家總部在新加坡的數字支付服務商，成立於2019年。主要為企業和商戶提供多幣種支付與結算服務，受新加坡監管框架約束。DTC Pay 更像一個支付技術和清算平台，核心在於打通不同幣種的支付和結算流程，降低跨境收款和資金流轉複雜度，提高結算效率，覆蓋線上支付、線下掃碼及本地支付網絡。整體定位偏向企業級真實支付，而非高頻交易或投機。DTC Pay 不是傳統銀行，而是一家受新加坡監管的支付機構，核心優勢是合規。它持有 MAS 頒發的主要支付機構牌照，能夠合法提供法幣和穩定幣的收付及跨境結算服務。資金安全、反洗錢和客戶身份識別都有嚴格監管要求，因此商戶和企業使用 DTC Pay本質上是在合規框架下完成跨境收款和多幣種結算，這也是它最大的價值所在。之前我也給大家介紹過新加坡的 StreetSex 海峽加密支付結算平台，它總部也設在新加坡，持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F 頒發的主要支付機構牌照，在合規性上和 DTC Pay 屬於同一監管層級，都是偏向真實支付和結算場景的合規工具。如果你對加密支付和跨境結算有需求，這類平台都非常值得重點了解和對比。先簡單了解一下 DTC Pay 的註冊資料要求。首先，你需要準備一個海外手機號碼，我自己使用的是英國的 giffgaff 手機號，用來接收註冊和驗證信息。如果你還沒有海外手機號，可以參考我這個系列的視頻，我會推薦一些好申請的選擇，比如香港手機號或德國沃達豐，都非常方便辦理。另外，你還需要準備護照，這是海外平台的基礎要求。至於海外地址證明，可以使用香港的水電賬單或銀行對賬單，均可滿足要求。接下來，我們正式進入 DTC Pay 的註冊流程，帶大家一步步操作。大家可以通過視頻介紹裡的專屬鏈接，直接打開註冊頁面，開始填寫信息。你也可以直接在谷歌商店或蘋果海外商店下載 DTC Pay 應用，進行註冊和操作。打開應用後，點擊註冊，填寫郵箱地址並完成驗證。這裡需要提醒的是，邀請活動會不定期更新。如果你看到邀請碼的填寫位置，可以直接輸入邀請碼，然後打開郵箱，點擊確認郵件，完成郵箱驗證。接着設置密碼和綁定手機號，點擊下一步繼續。完成手機驗證後，系統會提示開啟面容 ID， 點擊立即驗證進行設置。居住國家選擇中國，然後按提示拍照上傳護照信息頁。地址證明部分需要注意，你提交哪裡的地址證明，就選擇對應的國家或地區。比如我提交的是香港水電賬單，那麼居住國家就選擇中國香港地區。提交後，審核大約需要1到3個工作日，一般情況下，當天或1個工作日就能完成。賬戶開通後，可以點擊右下角的借記卡選項，申請虛擬卡。另外需要注意，新用戶還有 eSIM 福利，可以領取一張純新加坡 IP 的 eSIM 流量卡，有效期1個月，記得及時使用。如果你的手機不支持 eSIM 功能，可以參考這一期內容 6X eSIM 寫卡器的替代方案，讓國產手機也能使用 eSIM。接下來進入重點，給大家介紹一下 DTC Pay 的核心功能。DTC Pay 的核心功能主要分為3部分：存款、兌換和提款。存款就是把資產存入賬戶，可以是數字貨幣，也可以是法幣，其中數字貨幣轉入前需要先添加白名單。兌換和提款則是幣圈常用操作，後面我會給大家詳細演示講解整個流程。首先來看存款功能，我們最常用的就是加密資產 USDT 和法幣。下面我演示一下具體操作流程。首先演示穩定幣的存款流程，打開軟件後點擊存款，選擇穩定幣。這裡可以看到 DTC Pay 支持多種穩定幣和法幣的集中存款操作，但需要注意，存入的資產必須來自同名賬戶，否則系統不會接受。我們首先需要把幣安同名錢包或者其他去中心化錢包的地址添加到白名單中。這裡需要重點提醒一下 DTC Pay 的入金規則，
目前只支持從幣安交易所入金，像歐易等其他交易所暫時還不支持。DTC Pay 官網也有明確提示，目前支持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僅有幣安這一家。如果不是直接從幣安交易所轉入，就必須使用幣安錢包或其他去中心化錢包，也就是非托管錢包來操作。很多人容易搞混热錢包、冷錢包以及托管和非托管，其實記住一句話就夠，看似要在誰手裡。像 MetaMask 小狐狸錢包、OKX Wallet 這種會給你助記詞的，就是非托管熱錢包。1P 或 Ledger 這種不聯網的硬件錢包，就是非托管冷錢包。只要資料在自己手裡，無論熱錢包還是冷錢包，都屬於去中心化錢包。反過來，交易所賬戶不給助記詞，本質上都是托管錢包。所以 DTC Pay 要求必須用去中心化錢包入金，熱錢包、冷錢包都可以，但交易所賬戶不行。這是我目前使用的非托管錢包，也推薦給大家使用。大家可以暫停視頻，先去申請注冊。最後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點，必須注意，入金地址必須提前添加白名單，如果未添加白名單就直接轉賬，資金有可能被凍結。總結一句話，資產來源、錢包路徑、白名單這3點確認清楚再操作，基本上就不會出問題。接下來我會分別把幣安和歐易的錢包地址添加到白名單，並演示如何使用歐易存入穩定幣的操作流程。如果你還沒有幣安或歐易交易所賬戶，可以暫停視頻，先自行下載注冊開通，也可以在我的主頁查看相關攻略視頻。點擊繼續添加白名單，我選擇 USDT 的 Solana 網絡，所以只需添加歐易錢包的 Solana 地址即可。我這裡演示的是歐易錢包，打開歐易錢包後，點擊賬戶，找到 Solana 地址，複製後粘貼到 DTC Pay 完成添加就行。白名單添加不需要審核，我這裡已經分別添加了歐易和幣安錢包的 Solana 地址，同時建議做好備註方便區分，記得網絡鏈路必須保持一致。接着我們完成穩定幣的存入操作，先複製 DTC Pay 的 USDT Solana 鏈路地址，然後打開歐易錢包，點擊發送，選擇 USDT。這裡我演示發送 USDT， 不到1分鐘 DTC Pay 就收到了這筆數字貨幣。當然你也可以使用冷錢包來存入或轉出穩定幣，這裡就不再演示了。1T 冷錢包是我平時主要用來存儲數字資產的設備，大家可以參考我這一期視頻的詳細演示，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自行選購，它幾乎是補齊數字資產存儲最後一塊拼圖的利器。接下來我用新加坡華僑銀行演示一下如何將法幣存入 DTC Pay， 打開 DTC Pay 應用，點擊存款，選擇法定貨幣新元，然後充值方式選擇 Pay Now， 保存 Pay Now 二維碼後，接着打開新加坡華僑銀行應用，點擊掃碼支付，在右上角導入剛才保存的 Pay Now 二維碼，系統會自動識別匯款信息，然後完成轉賬操作。同時可以看到 DTC Pay 應用提示存款信息，新加坡本地轉賬幾乎是秒到賬的。同時你也可以查看存款明細，並將憑證發送到郵箱。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元， DTC Pay 還支持非常多的其他貨幣，歐元、瑞郎等貨幣。我們可以通過德國 N26、瑞士 Fiat24、保加利亞 MyFin 交易所 Bitget Wallet 以及 Cast 等賬戶完成存款。港元則可以使用众安等港卡進行充值和匯款。這樣多元化的入金方式為我們操作提供了極大便利。如果你還沒有這些銀行賬戶，可以到我的 YouTube 頻道主頁查看我關於境外銀行卡和加密支付卡的視頻系列。DTC Pay 的第二個便利功能是兌換，主要用於數字貨幣和法幣之間的轉換，操作簡單直接。雖然市面上有不少類似平台，但 DTC Pay 在合規性和多幣種支持上更有優勢。在軟件首頁點擊兌換，選擇你需要的法幣和數字貨幣，然後完成兌換操作。我這裡演示的是1新元兌換 USDT， 對比一下谷歌的匯率，1新元兌換美元。DTC Pay 會有一定的匯率損耗，這是使用平台兌換時需要注意的成本。最後一個功能是提款，也是幣圈最常見的操作場景，用於將數字資產兌換成法幣並提現。接下來我演示一下具體流程。點擊提款，選擇穩定幣，如果要提款到幣安或歐易錢包，直接選擇已添加白名單的地址即可。默認的錢包標籤和備註無需修改，選擇支持的穩定幣 USDT， 然後保存設置，輸入提幣金額即可。
手續費是無憂，確實不算便宜，我這裡就不再繼續演示了。法幣提現操作比較簡單，這裡就不演示了。新延本地轉賬是無損的，其他貨幣可以根據需求自行測試。除了虛擬卡，DTC Pay 還提供實體卡的申請服務，在右下角點擊借記卡，然後點擊右上角的加號，即可免費申請，選擇實體卡，填寫你的郵箱地址即可。這裡需要注意，目前大陸用戶暫不支持申請實體卡。結合之前介紹的 StreetX 海峽結算平台，我們又多了一個合規的法幣與數字貨幣轉換路徑。把 DTC Pay 融入到這張資金流轉圖後，就豐富了交易所、券商和銀行之間的互通路徑。當然，這張邏輯圖是專門提供給長期付費訂閱支持我的朋友們的。最重要的是，後續我會親自測試每一條路徑的匯款時間、成本以及注意事項，整理成完整的攻略視頻，供長期付費訂閱的朋友們參考。到這裡，整個攻略知識內容就講解完成了。根據平台合規要求，我這裡還是要做個免責聲明，以符合平台規定。本內容僅為個人分享，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投資、金融、法律或稅務建議。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如果有任何疑問，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我會盡量回復。覺得有幫助的話，別忘了點讚、訂閱，還有打開小鈴鐺，也歡迎加入尼夫雷會員訂閱。感謝您的支持，這樣就不會錯過更多實用內容。我們下期見。